这个男人每天都会来到乱葬岗，深吸着来自地狱的死气，因此他练就了世上最快的刀法，一刀两断，敌人还没反应过来就失手分离。江湖上有另一名剑法高手宋忠，一剑宋忠，出剑快如闪电。那么此二人如果相遇，是刀快还是剑更快呢？电影发生在这么一座死牢中，这里面关押的犯人都是没有经过审判就定了死罪的冤犯，囚禁在此的犯人要遭受十分残忍的闭目之刑，用针线生生一针针缝住眼皮，极其的残忍，十分痛苦，并且还要接受100棍的棍刑。熬不过去的人会扔在乱葬岗中，熬过去会被选中带到牢狱外面。他们宛如牲畜一般被锁链锁着，时辰到的时候给他们进行开眼，给一盆饭让他们补充体力。人在过度饥饿的时候没有尊严。楼上的李公公告诉这8个人，9000岁菩萨心肠，有好生之德，现在给你们一条生路，你们可以用任何手段任何武器，最后剩下的那个人就可以免死。话音刚落，一个罪犯将勺子弄断，刺向了旁边的人，另一大汉举起粗棍杀向了众人。他们都在拼命忙着残杀其他人，但有一个男人一直在吃饭。这身材健壮的男人赢了其他人，大汉拔起木棍就杀向了男人。男人拿起早已藏好的铁链，放倒这个超级健壮的壮汉。男人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就是他没有下死手。大汉举起木棍从后面偷袭他，就在这时，一人飞剑过来，一剑刺死了大汉。此人名叫宋忠，一剑宋忠，是9000岁魏忠贤最得力的杀手，当年打败了32个对手。宋忠觉得男人最适合上路，男人对宋忠说，这一剑他会还的。男人被带到了魏忠贤的面前，魏忠贤身边有很多的美人，把这个太监伺候得舒舒服服。魏忠贤询问男人叫什么名字，男人说自己叫唐保家。魏忠贤不用他保家卫国，他只需要做自己杀人机器就行，给他起名叫唐斩，一刀两断，唐斩。他就这样成了魏忠贤的杀人者，屡立战功，深受魏忠贤赏识。这天，魏忠贤的心腹王公公将所有的杀人者聚集在一起，吩咐他们执行一次重要的任务，到京城长街刺杀刑部尚书。此次任务由唐斩带领。京城长街深冬的清晨，寒风刺骨，杀人者们已经在各处藏匿好了。他们目标是消灭对方8成兵力，对方逃至唯一逃生路线湖心桥。第二组的目标是狙杀剩下2成。等目标通过了湖心桥，到了红亭，在此杀人者完成任务，行动结束。此次行动，魏忠贤命名天花行动，一个人头奖励1000两，杀人者们可以杀个痛快了。唐斩已经在等待着目标出现了，一支军队护卫着尚书大人出现。官兵看着街上有一人挡路，上前呵斥这人回避，却被这人的眼神惊了一下。接着埋伏在这里的杀手都现身，场面混乱不堪，杀手们杀红了眼，军队猝不及防，瞬间死伤惨重。将军赶紧护着尚书大人快离开，唐斩一刀两断，将眼前敌人斩死，追了上去。尚书大人逃到一行，到了湖心桥，埋伏在此的杀手就从水下冒出，杀向了尚书等一行人。王寇此时也出手开始了杀人，他的刀头直指尚书，确定了目标，真是为虎作伥，不良于行。唐斩此时也到了桥上，他一刀一个。王寇担心被抢功劳，王寇急切地想要杀了尚书大人。王寇的刀终于刺中了尚书身体，才发现目标早已人身分离。唐斩的刀实在是太快了，他这一刀根本就是多余的。他把尚书大人的脑袋给了王寇，也把这次的功劳让给了王寇。王寇从此就跟唐斩混了，一起完成了很多次凶险的任务，成为了魏忠贤最器重的人。魏忠贤大摆宴席，宴请这些为他铲除异己的杀人者们。魏忠贤还未到，王寇先敬一杯酒。宋忠呵斥了他，说敬酒轮不到他。王寇当然是不服气宋忠的。此时魏忠贤喂完了鸟也过来了，魏忠贤敬了杀人者的第1杯酒。东林党人已经快被屠戮殆尽了，魏忠贤赐下3杯人参酒王，受赏者是魏忠贤觉得最出色的。宋忠还以为这第1杯是他的酒，没想到这杯酒确实给了唐斩。可是这第2杯酒却还是没给他，给了王寇这个新来的毛头小子。最后1杯给了宋忠，他连忙接过。王寇嘲讽起了宋忠心急的样子。宋忠一听这话，真是恼怒至极，将盘子扔到了他的桌上，瞬间一片狼藉。可见宋忠内力深厚，魏忠贤这坏东西却还不忘拱火，让2人比试一番，大家好开开眼。王寇年轻气盛，捏碎了杯子，宋忠也掏了他的短剑出来。
唐展却拦住了他，开始呕吐。王寇看到唐展喝醉了，就带着他离开了这里。唐展一出来，却是生龙活虎起来。唐展带着王寇来到了乱葬岗，他非常的喜欢这里的死气，这里的死气能让他觉得自己还是一个人。唐展告诉王寇，你要保存实力，要不断的提高自己。王寇感觉自己突然顿悟了，也爱来这里呼吸地狱的死气，要成为第3个最顶尖的杀人者。月圆之夜，杀人者将再次行动，目标是最接近皇上的大国师。现在也只有他才能上达天听。此次行动的代号是灯笼行动。这个突然出现的女人叫做陆瑶，她是唐展的初恋情人前女友。当大国师的轿子从这边经过时，唐展用板栗引爆花灯杀向他们，四处藏匿的杀人者也杀了出来，顿时乱作一团，牵连了无辜百姓。唐展不用近身，仅凭刀气就能斩杀敌人。王寇这边当然也是不甘落后，大国师的护卫被杀光后，弟子们也放弃抵抗，团坐在地上开始诵经。唐展丝毫不留情，用刀气将他们都杀死了。他一刀劈开轿子，正准备杀死大国师时，女人大叫了一声她曾经的名字。女人是她曾经最心爱的陆瑶，当年她为了跟他一起选择私奔，两人在洞中无媒无聘，私定终生，决定去花田过属于他们的日子。但两人在过江时被村民发现，二人最终还是被村民给捉住了。唐展也因此进了死牢。从那时起，他就恨上了所有人。面对曾经的美好，他唯一一次失手了。他知道自己已不再是杀人者了，他大叫着逃走。王寇却是很开心，自己即将上位。魏忠贤知道后很生气，不做我的人也得做我的鬼，下令西厂几位全力追杀唐展。然后话锋一转，又开始 happy 起来。魏忠贤的酒里被美人下了毒，但是最终也是没能成事。魏忠贤这个老贼气数未尽，朝中正义大臣很是发愁，他们觉得去找唐展来解决问题。此时王寇却已经杀上了门来，众大人已经被他杀光。宋忠来通知王寇，最终有资格跟宋忠一决高下了。而唐展跟着陆瑶来到了村子中，陆瑶早已成婚，还有了孩子。陆瑶的丈夫无意间射伤了她，夫妻俩收留了唐展。面对曾经的爱人，手上染血的唐展不知如何面对。孩子给他端饭的时候，他问孩子叫什么，孩子说自己叫新宝，是娘给我起的。看来陆瑶的心中还有他。唐展将自己是西厂头号杀手的身份告诉了陆瑶，陆瑶却不在乎，要他留下来。这时村里七叔的一匹马难产，村中没有大夫，就只能看着马死。唐展走到马的身边，一刀将脐带砍断，小马顺利出生。晚上村子欢歌乐舞，喜气洋洋，村民们都聚在一起泼水跳舞。唐展在这体会到了村民的热情，但他一直认为自己不属于这里，他是手上沾满了鲜血的刽子手。陆瑶说，刀可以杀人，也可以救人，他想唐展做他的邻居，当个好人。村民们也都开口让唐展留下来。唐展收下花种，决定要重新做人。可惜真是好景不长，宋忠带着人马找到了这里，拿着唐展画像问村民是否认识。村民都说不认识，他们却是要让保家认人。保家这小家伙却是机灵得很，但车上柴火却暴露了唐展刀法。当晚宋忠就在村中放起了火，还不准村民救火，救一个杀一个。宋忠想要以此来逼出唐展。就在陆瑶丈夫要被杀时，唐展还是现身了，一个一剑送终，一个一刀两断。本以为是场精彩的对决，但宋忠几招之内就死在了剑下。当年欠下的一剑便还在了这里。唐展最终还是决定离开这里，他永远都是一个拿刀的人。唐展再次回到了魏忠贤身边，而王寇早已接替了他的位置。魏忠贤给两人布置了一个任务，让他们去斩杀东林党的首领。两人终于又再一次的合作，约定过后去苦水铺喝酒赏雪。东林党首领竟是心腹王公公，门外的护卫根本就拦不住二人。唐展一刀一个，如吃瓜砍菜般，他们这些人没有抵抗之力，手下让王公公赶紧逃走。王公公问来了几人，听到2个，便道：“那我们不用走了。”唐展当年就是他选出来的，他知道唐展的恐怖之处。果不其然，唐展很快就来到了他的身边。王公公选择劝说唐展，他说：“魏忠贤恶贯满盈，危害苍生，他除了藏在自己的行宫里面，根本就不敢出来。他气数已尽，死期不远。”他劝唐展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但唐展不在乎这些，他只杀人。这一刀很快，王公公感到很痛快。王寇却是打定主意要先下手了。原来魏忠贤根本不再相信唐展，他给王寇下命令让他杀了唐展。
王寇也一直想和唐展分个高下。二人在口水铺喝酒的时候，唐展感觉到了王寇的杀气，用脚将刀提起，挡下了这致命一击。两人从铺内打到铺上，再从铺上打到了铺外。王寇以为自己破了唐展的一刀两断，他以为自己赢了。唐展飞快一刀斩下了他的脑袋。唐展说：“杀人者的日子已经结束。”唐展找到了魏忠贤，要用这把地狱的刀将这个恶魔给毁灭掉。魏忠贤用轻功逃走，唐展不放弃，追了上去。这里光线昏暗，看不清任何东西，暗处飞来3把飞镖，将他给洞穿锁住了。就在要将他杀死时，唐展反手一剑将锁链隔断，接着四处又冒出了许多杀手。唐展可是杀人者之王，这些人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。但魏忠贤趁机飞向了他，一爪子将他打伤，但被唐展找到机会，一刀斩断了他的手臂，接着一刀两断，斩断了一个时代。唐展最后终于回到了花田村，守护着这片有爱的土地。《刺客新传》导演是钟少雄，该部电影大量镜头无法显示，毕竟那才是杀手真实的场景。影片很多画面都很血腥，跟关之琳的美反差很强烈。大家还有哪些喜欢的电影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。今天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，想了解更多记得关注加1哦，明天我们不见不散。